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2月19号，星期五啊，出大事了！广州大学生造反了。面具人这里得到了一个视频，从这个视频上面来看，场面非常的火爆呀。这些大学生太生猛了。等会儿在节目中间，我会把视频放给你们看的。然后呢，今天还想说个事儿，就是郭美美又进监狱了。今天的节目的女性观众们可有福了，面具人会在节目最后来讲讲女权的通过郭美美进监狱的这个事儿来仔细的剖析一下，你们值得收藏。好，先来说说这个最近万众瞩目的美中会谈开始了啊。对，中国还出现了一夫多妻村，那这个事儿啊，咱们也放在节目最后来讲。节目开始之前呢，新来的小伙伴朋友们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如果你们听完了今天的节目，觉得内容还不错，就请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转发，让咱们的视频帮助到更多的人。先来说说美中会谈的事儿，火药味很浓呀。美中在拜登上台后的首次高级别的面对面会谈中，双方剑拔弩张，尖锐地批评对方的政策。路透社指出，开局双方就传出火药味儿，一来一往，罕见地公开表现出全球两大经济体的紧张关系。中国再一次地玩了一招回马枪。我们先来看看这次阿拉斯加美中会谈的前戏啊。是王毅和杨洁篪在候机亭中苦苦地等了好久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时二人的态度非常的诚恳，说要缓解两国关系一定要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其实拜登政府从上任以来就对习近平政府不感冒，一直是冷处理。但是呢，继续沿用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还是在继续，所以呢，搞得中共只有挨打没有沟通的机会。这样对于中共这种喜欢搞谈判、找破绽的政权来说，会弄得他很难受的，因为没有给中共谈判扯皮蛋的机会。本来呢，布林肯看到了，王毅和杨洁篪的姿态还挺谦卑的，还蛮有诚意的，那么我就勉为其难了。刚好我要去阿拉斯加办事儿，那么咱们就在那儿找个机会谈一谈吧。于是呢，就有了今天的美中会谈。这不谈不知道，一谈吓一跳。面具人，我先给大家确定一个观点就是面具人，我认为美国在这次会谈中又被中国耍了。为什么面具人我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好，面具人先给大家讲讲这次会谈的细节双方从会谈的序言、开幕致辞的时候就开足火力对轰，并且呢，是中国这边气势更汹涌，更加的咄咄逼人一些。这种姿态和之前请求会谈的谦卑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王毅开头就直接表示，美国应该停止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并且重申美国应该用对等的方式与中国交涉，不要用居高临下的姿态，并且呢，警告美国没有办法扼杀中国的崛起。对此呢，布林肯则回应说，我们将对中国在新疆、香港、台湾的行为，以及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对盟友的经济胁迫等议题深切地表示关切。这些行为都威胁到了维护全球稳定秩序的基本规则。总之呢，大家各执一词，都觉得对方干涉到了自己了。其实王毅的讲话还在合理范围，并不是非常的过激，但是呢，平常给大家了一种孬货怂逼的状态的杨洁篪，这次可虎逼了，说话硬气得很，把布林肯和在座的记者都说懵逼了。你们来听听杨洁篪的讲话。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我们认为你们会遵守基本的外交礼节，所以我们刚才必须阐明我们的立场。我现在讲一句，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跟中国谈话。杨洁篪强调，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并不承认美国的价值就是国际价值，
不承认美国说的就是国际舆论，不承认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就是国际规则。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听完了吧？牛逼不？这口气和讲的内容就像老子训儿子一样，是不是？不仅如此，杨洁篪还说到，美国利用其军事力量和金融霸权进行长臂管辖，打压其他国家。美国滥用国家安全的概念来阻碍其他国家的正常的贸易往来，煽动一些国家攻击中国。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来，中共目前是非常反感拜登的联合盟友围堵中国的战略。他说煽动别的国家来攻击中国嘛，对不对？而且我们也从杨洁篪的激烈反应中能看出来，对不对？杨洁篪说话已经如此的火冒三丈了。杨洁篪如此激情的 solo 完毕以后呢，布林肯当时就愣住了。当然了，并不是被杨洁篪给吓住了啊。布林肯的心态应该是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对杨洁篪如此激情澎湃的行为，布林肯呼吁记者留在现场，以便他做出回应，等于说就是让大家看好啊，把杨洁篪的话和行为记录下来啊，看好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但是呢，会站在原则和朋友的立场与中国交涉。他宣传了美国最近的火星车登陆成功的案例，并且表示美国的成功在于其不断的自我革新的能力。美国公共电视台席弗林在推特上发文指出，布林肯在会议开始前的发言总计花费了2分27秒，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发言则是2分17秒。另外一方面呢，中国代表杨洁篪的开幕发言总计花费了19分40秒，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发言时间是4分9秒。也就是说，其他人加起来还没杨洁篪一个人讲得多。不知道这次这个杨洁篪是不是吃了伟哥了，还是怎么了？直接一柱擎天，巴拉巴拉的不停。路透社指出，双方似乎已经做好了初步准备，这次会谈中能达成的协议似乎很少。双方的会谈预计将持续2日。华盛顿表示，在与中国官员会面之前的亚洲之行，以及与欧洲、印度和其他盟友国接触的经验来看，显示出美国总统拜登1月上任以来，美国已经加强了与中国对抗的手腕。大家现在要看清一个现实啊，那就是中共目前确实在快速的崛起当中，并且呢，很多对外战略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中国所谓的制度优势，也是美国所不能比的。单纯从人民的数量来看，美国4亿，中国14亿。然后呢，咱们再从人民的质量来看，中共掌握血汗工厂、无底线的无上限的劳动力，并且呢，中共数字货币出来了以后，就相当于可以100%的压榨中国人的金钱，完全的免费的使用14亿的奴隶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儿。中国的这种优势，任何一点啊，都是美国做不到的。美国的制造业几乎没有了，美国的政府敢压榨美国人民吗？不敢。那美国的优势是什么？民主。民主在中共的眼里从来都是缺点。中国人要是民主了，中共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并且呢，所谓的科技创新，中国也在不停的偷窃。还有呢，他自己也在用极为高压的方式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中共的渗透收买也是很强大的。中共已经控制了台湾第3代最新的半导体材料的公司和技术。台湾汉芯转身就变成了上海汉芯，连人代公司都给渗透走了呀。中共这就相当于借鸡生蛋，釜底抽薪，偷窃革命果实。
第三代半导体技术，中共从源头上就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了。所以说呢，中共的这个什么36计、兵法千变万化，再加上红色贵族的世袭制度，保持政策的连贯和持续，中共就很难出现美国的那种朝令夕改啊，进一步退一步，退一步进一步，原地踏步，总统换届，政策就大变，暴露短板的这种缺点。当然了，民主是有民主的优势，独裁呢也是有独裁的缺点的。不过呢，我们纵观人类的历史，民主政权对抗专制政权的时候，往往都是输多胜少。其实，在探讨社会制度问题的时候啊，咱们华人总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那就是民主制度就是最好的，天天吹捧民主怎么好，要么呢就说习近平是最好的啊，总是走极端，把一种制度奉为金科玉律。可是呢，咱们要知道，一个有学识有知识的学者啊，他们往往是探寻创新的，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啊，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没有任何一种科学，它就是最好的。这种思维模式很少有华人会懂。因为我们从教育的根儿上就被剥夺了认知能力和创新能力，从小就必须照本宣科，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没有探索的过程。其实中共想要彻底控制东盟，就必须要控制缅甸。习近平要完成自己的100年计划，祖国统一，一统江山，就必须要拿下台湾。习近平动缅甸，印度就会完全倒向美国；习近平动台湾，日本、菲律宾就会翻脸。但是呢，习近平的内部压力他必须外泄。中国人虽然蠢，虽然民粹，中国人也可以为祖国吃苦，但是呢，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比如战争、统一这类问题。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人确实是愿意为祖国奉献的。所以呢，习近平就不停地鼓吹厉害了我的国，不停地对外扩张，宣示自己的霸权。那这也是赶鸭子上架逼的了。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嘛？你想，如果中共是个垃圾政权，那喜欢欺软怕硬的中国人凭啥支持中共这个垃圾政权呢？凭啥给中共奉献韭菜呢？这就像我们去赌场赌博一样，我们为啥要赌啊？就算是没钱赌，也要看别人赌，因为咱们赌的是那种感觉，割下的不是注，割下的是胜利的期待。中国人为什么会给共产党奉献韭菜？就是因为中国人人人自卑，个体弱小，弱民，他们的自卑心理被厉害了我的国的这种荣耀感给覆盖、给掩盖了。所以呢，他们需要用厉害国来背书，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如果有些韭菜醒悟了、看开了、反共了，也会被捉单消灭掉。如果说厉害国不那么厉害了，韭菜的激情就会整体性的衰退，那么中共就很有可能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其实呢，习近平目前呢也是兵行险招，不得不做。中国人和共产党还真的是分不开的，大家都希望实现宏图霸业。其实现在的中国还是一个整体的战争机器，只要习近平不戳破中国人的生存底线，那这个战争机器还是浑然天成的。而且呢，习近平他也是有恃无恐的，因为中国乱了啊，有恃无恐啊，我被老鼠人给影响了，还有恃无恐呢。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啊，因为中国乱了，西方的廉价商品供应就会出现问题，那么西方也会大乱的。目前来看呢，西方人想要不受损就能压制中共，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压制了中共以后，西方能否继续获得更大的利益，那也是不确定的。还有一个事儿呀，就是西方要是压制中共，他们的私营企业家，比如马斯克这类人，必然会想办法阻止西方压制中共的。所以说，中共为什么不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就是因为这些资本家很有可能会当带路党。只要利益给的足够高，帮助对方干自己的祖国都是 OK 的，商人无国界嘛，对吧？目前来看呢，以面具人微末的智商，想要破这个局，想出来十全十美的办法确实很难。
因为我能得到的信息也是有限度的，所以说根据我现有的信息渠道来分析，能看清局势就不错了。我也是尽量帮助大家来看清局势，不要在政治事件当中过多的注入自己的迷信呀、鬼神呀、神魔大战之类的过分感性的没屌用的玩意儿啊。退一步来说，就算有鬼神，咋了嘛？听过诸神的黄昏没有？听过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没有？中国的神话体系是人怎么也斗不过神的，所以呢，皇帝他叫做天子，天子统治中国的韭菜。那西方的神话体系里面，凡人是神的故事太多了。好了，来说咱们今天的重磅环节啊，这个开学季没多久，广州科技大学依然保持着封校的制度，学生只能吃食堂又贵又劣质的饭菜。学生的不满终于爆发了。3月17日，数百名学生忍无可忍，集体冲出校门。之后呢，校方进一步升级对学校各个出口的管控，还勒令学生删除相关视频。那这些学生啊，他们忍不住了，要开始革命呀、起义呀，你知道吗？在网上啊，在社区里面，在群里面，到处的搞爆料。这边的学生爆料啊，有300-400学生一起冲出校门，保安拦不住，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下课嘛，学生一放学，刚好有小车要进入这个学校门口，保安就打开那个栏杆，让小车出去，然后呢，就有很多学生一拥而上，一起冲出去，那把保安都给冲倒了，就搞出来这么一个壮观的景象，你们看。这个事儿的起因啊，主要是因为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一直封校。那这个封校就不说了，对吧？因为防控疫情嘛，对吧？可是呢，封校了以后，这个食堂的饭菜还不断的涨价。这个饭菜不断的涨价也行，你说涨价了以后给孩子们吃好点也行。可是呢，这饭菜涨价了以后，饭菜的质量反而还变得更差了。那这就是骗人嘛，忽悠人嘛，强行割韭菜嘛，对不对？饭菜不卫生，结果呢，有人还吃出虫子了，还有许多学生吃了以后拉肚子了。那这种事儿陆陆续续已经有很多学生爆料出来了。那这个学生在网上爆料是这样说的：本人在校期间，在东区饭堂、西区饭堂、中区2栋饭堂均有用餐后肠胃不适的经历。严重的一次是在2栋食堂用餐以后拉肚子，拉了1个月，并且呢中途高烧。本人的舍友呢也在东区饭堂2楼吃了一份炒饭加鸡排，凌晨6点就起来拉肚子。校方与食堂按比例抽取利润，食堂赚的越多，校方拿的也就越多。许多档口呢，为了减少成本、压质量、压分量，环境和卫生也极为的不合格。面具人，我想说啊，其实这都算轻的，毕竟面具人也是做过教育培训这行的。有些学校的食堂是外包的，有些学校的食堂就是自己直营的，基本都是垄断模式。这就是面具人我前2天说的，把私营企业消灭了，你们这些底层的奴才就会认为自己的日子真的能过好吗？
学校它就是学校校园里面食物链的顶端，对不对？那共产党它就是中国食物链的顶端。学校可以决定学生吃什么，不能吃什么。结果呢，你看就把学生吃拉肚子。别说大学了，之前报道给小学生吃长蛆的肉，这种事儿都多少起了，对吧？所以呢，大学生身体好，给他们多吃点蛆多点的肉，更没事儿嘛，对不对？身体好嘛。共产党作为中国食物链的顶端，打着反垄断之名行垄断之实，你们还觉得共产党会没能力决定你们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不？对不对？当一个党统治了所有的食物链以后，选择权不在你，懂不懂？就像这个学校的饭堂，学校控制了里面所有的人以后，给他们吃什么东西，什么样的质量是学校决定的。他们不吃就饿死，他们不吃就锁在学校里面，哪儿都别去。他们也不能买外面的饭吃，懂了没？因为你不吃，你就饿死嘛。那在这个学校啊，有学生算了一笔账啊，他一顿饭平均花16块钱，一天的伙食费就接近50块钱。有的同学呢吃的能便宜一些，可是呢一天也要40块钱左右。其实有很多学校也都是禁止学生点外卖的。之前还有过报道，学校的保安把那个给学校送外卖的外卖员给打了嘛。这些都是赤裸裸的割韭菜呀，对不对？那在学生造反冲出校园的这个事件以后呢，根据该校的学生透露啊，校方不仅没有解封，反而呢还增加了保安。不仅学校门口，连学校门口的小路啊，那些秘密通道也增加了保安人员。你看这个聊天记录就说了嘛，狗洞也走不成了啊，就是咱们平常上学有可能会发现一些秘密通道能翻出校园的那些小路啊，这些地方也有人把守了。甚至呢有些学生呢因为走小路还被抓了。与此同时呢，校方还下达通知称，禁止在朋友圈、大群还有贴吧发布有关的这个造反事件的图片、文字与视频，如有发布或者转发，取消推优资格，取消他们的综合评测，并且呢要扣分啊，要保留处分。那这个就印证了面具人常说的，政权是不能给屁民妥协的，否则呢屁民就会得寸进尺。如果底层反抗，那就证明镇压的力度还不够，那就应该镇压，继续施压，压到他们无力反抗为止。不过呢，这个事件已经在微博引起了一定的关注，甚至呢有人将这次的这个事件称为广科大317起义、广科起义、解封起义啊、广坑大逃亡等等。有学生吐槽，广科大是一个是人是生物就可以进的，但是呢进去了以后就不许出的学校。为了把我们圈养起来，宰杀割韭菜，我们的学生就不是人啊！这简直就是魔幻现实，吃相太难看了，打着防疫政策的旗子来加码的坑学生啊！那面具人，我觉得吧，这些学生虽然反抗，但是呢，共产党还是牢牢地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只要共产党一直能占据道德高地，或者是底层的生活不崩溃，那他就可以，共产党就能拉替罪羊嘛，或者是发动底层互斗嘛。不过呢，这次事件呀，从中国的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啊，这就是典型的经济出现问题了以后，社会呈现出内卷的状态。虽然有阶级顺位压制来缓和，比如教师这种阶级上位就可以自由出入买吃的，学生这种阶级下位就不行。但是呢，矛盾到了一定程度，它还是会爆发的。无论你怎么缓和，等这个能量积攒的过于大，怎么缓和也没用的时候，它还是会爆发。矛盾太激烈了，而且呢，这些校方啊，他为了赚钱，他无限的扩招，那些本科呀、技校呀、专科呀都在扩招。那扩招了以后，就会造成校园拥堵不堪，不停的扩建宿舍。那学校扩招其实又和共产党的方针有矛盾。你看，
中共它现在老龄化人口严重，中共要升级制造业，要增加自己的制造业竞争优势，就需要很多的青壮年劳动力。那需要很多的青壮年劳动力，就不能把太多的人锁在学校。所以呢，这是一个矛盾。习近平的中共他其实有很多的矛盾难以解决啊。你说到底是让这些学生当劳动力呢，还是把他们扩招到学校里面呢？如果说把这些学生当劳动力，那这些学校可要完蛋了，没钱赚了。那如果说要喂养这些学校，那劳动力就业人口又要萎缩，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不过面具人我也能看出来啊，目前中共也是需要这些小型的游行呀，或者是这种小型的压力宣泄，来慢慢的温水煮青蛙。毕竟嘛，数字货币实行了以后，所有人的行为能在哪里吃饭，不能在哪里吃饭，这都是规定好的。到时候呢，如果说这个压力一次性爆发的话，可不仅仅是学生冲关的这种事儿了，可能会出现更大规模的事件。所以呢，共产党他也聪明，他都是局部地区的故意的引爆一些矛盾，一点点的推进，然后呢再增加管控，借此机会增加压力。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正在发生某些地方呢发生一些小的骚乱呢，或者是某些地方又放水了，偷偷的搞什么数字货币项目了，搞什么商家对接了只要媒体不报道，言论封杀了以后，只有当事人能知道别人是不知道的。这个就相当于什么比如农场主在磨刀的时候，猪也听不懂磨刀声是啥意思嘛，对不对？好了，来说今天的第3个事儿那就是郭美美又进去了。3月18日下午，上海警方发布警情通报，确认郭某某等32名犯罪嫌疑人因生产销售违禁成分的减肥类食品，被浦东警方刑事拘留。据媒体报道，犯罪嫌疑人郭某某正是网络红人郭美美。从长沙服刑回来607天后，网红郭美美在上海2进宫。其因涉嫌销售添加违禁成分的减肥类食品西部曲明，于11号被抓。西部曲明是什么？会带来什么危害？西部曲明曾是一种西药，最早用于治疗抑郁症，但在临床应用中发现其减轻体重作用明显优于抗抑郁作用，因此被用于减肥药研发，治疗病理性肥胖症。其药理是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抑制食欲，同时增加脂肪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和产热作用，增加能量消耗，降低体重。但自上世纪90年代上市后，西部曲明一直存在很大争议。2002年，欧洲药品监管部门对其进行一项大规模临床实践。2009年，研究结果显示，西部曲明可引起血压升高、心率加快，从而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等副作用，甚至中风死亡。2010年10月30号，原国家食药监总局正式发布通知，停止生产销售和使用西部曲明制剂和原料药。随后，与西部曲明扯上关系的众多减肥品牌及减肥药紧急下架。有药师指出，消费者一定要知道西部曲明可能会引起的重大风险。曾使用过这类药物的患者，若出现胸部疼痛、心悸心慌、心脏节律异常或头晕等其他症状，应及时去医院就诊。应注意，减肥药物都有副作用，切忌在未咨询医生的情况下擅自使用。此外，药物只是严格饮食管理，坚持规律运动后的补充治疗。要想保持体重，还应长期坚持科学的生活方式，如适当控制进食、坚持运动锻炼等。提起郭美美，想必很多人都不陌生。2011年，她曾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虚假身份炫富、商演等走红，成为网络上活跃的早期网红。而且呢，她还搞了各种绯闻，有红会的高官当干爹，曝光了很多红会的内幕，腐败，对吧？其实郭美美呢，对这个反贪腐呢也是有一定贡献的。不过呢，郭美美没有高调几年，2014年呢，她便因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直到2019年7月才刑满释放。
基本上都没给他减刑呀啊。那这次郭美美呢，是因为贩卖含有违禁物质的减肥药被抓的。那么咱们站在法律的角度上来看看这个事儿啊。首先呢，这个减肥药的成分当中是否有标明含有违禁物质？如果没有标明，那郭美美卖了，问题就不大啊。应该找这个厂商的事儿，郭美美她并不知情。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减肥药在市场流通环节是否有取得相关的流动许可。如果说有相关的流通许可，郭美美卖了，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比如说死人了这种事儿啊，那郭美美也是无罪。那这几个因素都是建立在郭美美没有参与生产制造环节上的。不过呢，郭美美这个事儿啊，确实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嘛？你说郭美美坐牢出来了以后，应该想点别的事儿干，尽量选择稳妥的行业道路，对吧？不过呢，这郭美美坐过牢，有记录，找好工作肯定是找不到的。你说想要出国加入咱们新中国联邦搞爆料革命，确实是个好主意。凭借着郭美美当年在红会的资历，那绝对又会成为海外反共的大红人，长得又漂亮，对不对？然后呢，还知道很多中共高官的内幕，这些反共人士最爱听这些了呀，对不对？只不过呢，郭美美和郭文贵先生还不一样。我们郭文贵先生坐牢的时候还没有征信大数据呢，留下的记录也都是纸质的，没有联网。可是呢，现在都是大数据时代了，郭美美的这个坐牢记录是洗不掉的，所以呢，她想出国也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征信系统真的是很可怕，以后的子女上学、找工作、出国都会受到影响。面具人，我就觉得这玩意儿有点像文革时候的那种坏分子鉴定，你父母是黑五类，那你的孩子就是成分不好，坏分子，就不能找工作，不能上学。那这郭美美典型就是坏分子啦，对吧？那她以后的孩子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郭美美今年都30岁了，那这一次进监狱不知道要判几年呀？说不定下次放出来的时候都已经丧失生育能力了，因为太老了嘛。其实对郭美美判刑只要合理，那面具人我是没什么意见的。可是在中国的这种法律完全就是对人不对事儿的社会，你能相信司法公正吗？还记得那个红毛药酒不？那个发现红毛药酒有毒的医生反而被抓起来毒打，可是呢，制造毒酒害人的红毛药酒公司屁事儿都没有。警察局长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睡了女辅警，结果呢，仅仅是女辅警被判13年，可是警察局长啥事儿都没有，还成了受害者。那郭美美这样的人有今天的这种下场，也是一种必然，是悲剧因为她之前就走错了路，得罪了中共的这些顶层的人，并且呢，她自己也不争气出来了以后还是搞这些花花绿绿的这些偏门，对吧？当然也有很多的女性活得比郭美美还惨，至少郭美美还曾经辉煌过。有些那些贫穷的可怜的女的，在中国农村被骗出来当小姐的多得很。总之呢，中国的女性也是很可怜的，中国的女权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那面具人说的女权是女性平权并不是指女性特权。其实衡量女权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工作机会、工作待遇，还有呢就是教育机会。教育机会呢现在基本都解决了，大家都好好学习习近平思想嘛。工作机会呢，你看女性她因为体能差，所以呢多数女性也就只能干文职行业或者是服务行业。但是中国它现在要搞制造业竞争，它又要大量的削减服务行业，比如 ETC、柜员、销售行业、保险，这些职业以后都会被机器替代。
而女性呢就会丧失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而呢转变为只能依靠男人生存的在家生孩子带孩子的工具。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华田园女权，张口闭口就是要男的给多少钱，男的负责赚钱，女的负责貌美如花。可是呢，一个女人的颜值也只能保持到30岁左右，就会迅速的下降。但是呢，过度依赖男性的经济，确实是女人自始至终的遗憾。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严重。中华田园女权就是中国女人工作权益和女性就业保障恶劣情况下的产物。她们没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没有公平竞争的权利。从女性从事的行业来看，低到比如按摩院小姐，高到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全职主妇，都是围绕着男人构建的。这才是女人的悲哀之处，没有自主能力。西方的女权厉害之处，就是每个女人都可以自信地活着，每个女人也有她们能大放异彩的工作保障，能大放异彩的行业。所以呢，她们的心里是没有压力的，不用担心找不到靠山。所以呢，她们的家庭矛盾也小，因为彼此对于对方的施压都很小，她们的生活就会很和睦。所以呢，你们看，西方的离婚率是低于中国的。那中国的女人普遍容易焦虑，为啥？也是因为如果这些女人她离开了这个男人，她们就会很慌张，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她们只能靠男人活着。那这种焦虑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大。如果说女人在20岁、30岁能靠自己的外貌制衡住男人，可是当这个女人40岁、50岁的时候呢？当她的外貌的唯一优势失去了以后呢？等待着她的又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骂女权？首先得分清楚女权和田园女权。自从进入了男系社会，男尊女卑的现象便一直都存在。国外开始了女权运动，要求男女之间权利平等，这本是一件好事，但传到了中国却变成了田园女权。他们根本不知道女权为何物，既羡慕人家的好处，又不愿意放弃他们所谓的传统。婚前要车要房要彩礼，他们说这叫传统习俗；婚后让他们相夫教子做家务，他们又说这都9012年了，还在用老封建那一套压榨女性。一群女生在明星微博下发什么坐地排卵，我和他们说这样的言论不合适，他们就说他们只是在开玩笑。你说叫我说明你真的这样去想，然后骂我在性骚扰他们。男生在家里裸体被外面的女生不小心看到就是变态，女生在家里裸体被男生不小心看到，男生也还是变态。哎，合着怎么都是你们的脸。说父母花这么多钱才把自己养大，让男生给点钱给点财产是应该的，说的好像养大男生不用花钱，我往泥巴喂喂屎就能长大一样。一边在说不要物化女性，一边物化女性最严重的正是他们自己，还说中国男性配不上中国女性，都是吃一样的大米喝一样的水，难不成你们还基因突变了？你们怎么不说地球人配不上你们呢？总而言之，就一句话，女权是想把男性作为平等竞争的人，田园女权是想把男性作为跪舔自己的狗。我记得微博上有个女孩说过，我最讨厌的男生类型有2种，一种是追自己没有毅力的渣男，另一种是追自己死缠烂打的舔狗。她的回答完美的解释了这个问题。我不禁想问，现在有些女生的三观是怎么了？追她时间短了，她会认为你是想骗炮的渣男；追她时间长了，她会觉得你是个舔狗。是游戏不好玩，还是动漫不好看？为什么非要在你这摇尾乞怜？当然，我相信绝大多数女生都不是这样的，她们也很痛恨这类女生。但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一个男生只要被她们伤害过，就很难再去追求别人了，因为没有哪个男生想成为别人的舔狗。所以女生们，如果一个男孩子还在追求你，请尊重他，他们是冒着被骂舔狗的风险来追求你的。喜欢就送点小礼物回应他，不喜欢就早点拒绝，千万不要把人家当凯子钓，不然到了最后发现自己没人要时，才发现自己也变成了自己口中的舔狗。郭美美也只是中国女人悲剧的一个缩影，相比于郭美美啊，很多的女的更惨。可是呢，下面的这位女性就幸福的多了。你们听听看啊，听完了这个女人讲的话，
不知道你们能从这个视频中听出来什么风向不？千万不要忘记留言说你们的感想啊！因为过去条件差嘛，知道吧？生活在一起，家里面生的小孩多，你想一个人找一个老婆，没人嫁给你，只有几兄弟找一个老婆，这样不用分家。所以我们村里面每个卓玛都是2个老公。我有2个老公，我有3个爸爸，知道吧？都是亲兄弟，这样生活在一起，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一个在家干活，另外一个在外面打工，家里面条件就会更好，负担也轻，知道吧？是经济条件找一个老公，你们很吃亏的，知道吧？因为要干活要挣家，这样就负担重了，对不对啊？对，他说的对，是就是这样的。对。那卓玛不好意思问啊，有2个老公，2个老公他会为争女儿发生争吵吗？不会呀，亲兄弟嘛，不会有这些嘛。哦，大家都会相互尊重的生活。2个老公是亲兄弟，没有喜欢不喜欢，大家生活在一起，相互尊重就可以了。小的可能没有大的那么懂事，但是大的会让着小的，小的会尊重大的。但以后小的老公慢慢到了那个年纪，自己也会懂事的，知道吧？谁都年轻过，是不是啊？我们村有很多这样的孩子，我知道你们良心好，他们在给你们伸手的时候，你们不要给钱，也不要给吃的，你们给了一个，其他都会问你们要的，这会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知道吧？我是我们这个村里面文化最高的，我上过高中，但是我结婚结得晚，我19岁结的婚。我们30岁结婚，在我们这里是嫁不出去的。大的老公跟我同年，小的老公比我小了5岁。喜欢小老公啊，喜欢大老公啊。2个都喜欢。不是啊，你现在是有些时候不能有比较，有比较家里面就会有这种有对比的话，就像你伤害这个那不好意思问，2个老公那晚上，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天晚上睡1个，这一点我比你们幸福啊！我们轮流来睡的，不会3个人一起睡。今天晚上跟大老公睡觉，明天晚上就跟小老公睡觉。哎呀，你太幸福了！谢谢。哎呀，你太幸福了！谢谢。哎呀，你太幸福了！谢谢。哎呀，你太幸福了！